本次伊隆马斯克或许并未召开引人注目的新品发布会，然而在镁光灯之外，特斯拉已悄然对其即将面世的 Model 2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革新。这些改进着重于车辆的耐久性、驾乘的舒适度以及长期的持有价值。对于那些需要一款能够日复一日稳定运行的年长驾驶者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当您的日常通勤工具年复一年的面对被积水浸泡的街道、充满盐分的海边空气，或是冬季遍洒融雪剂的道路时，为何众多现代汽车会频繁出现故障？问题的根源并非电池本身，而是腐蚀以及并不理想的行驶质感和过于复杂的操控界面。特斯拉新款 Model 2的高级版本是否正致力于解决大多数汽车制造商仍在忽视的关键问题？这正是我们今天想要深入探讨的核心所在。在深入分析之前，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功能。我们距离2万位订阅者仅一步之遥，一旦达成这一里程碑，我们将解锁一系列深度解析内容，相信您绝不会想错过。如果您看重特斯拉车辆的长期价值，那么现在正是加入我们社区的最佳时机。让我们首先关注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改变：这款经济实惠的特斯拉车型如何在洪水侵袭的街道和布满盐分的道路上实现超过20万英里的可靠行驶。仅在美国就有超过40%的车主居住在距离海岸线50英里以内，或者每年有3到5个月的时间道路需要撒盐，这意味着他们的车辆持续暴露在盐雾、盐水径流和积水之中。这里的积水是以英寸为单位来衡量的，而非仅仅是路面的小水洼。长期的暴露会对悬挂部件、线束以及电池外壳造成不易察觉的损害。特斯拉似乎正通过 Model 2的高级配置版本，初步的工程数据显示，特斯拉正在提升其电池组和驱动单元的密封标准，以应对相当于约3英尺深的积水，并持续30分钟的短时进水环境。虽然这种防护等级并不适用于极端的越野场景，但对于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洪涝情况，例如暴雨后低洼路口的积水，已经足够应对。具体来说，美国城市道路的路缘石平均高度在6到8英寸之间，当水位超过12英寸时，通常会对轿车构成威胁。通过设计能够承受近3倍深度的浸泡能力，特斯拉显著降低了因单次恶劣天气事件而导致灾难性损坏的风险，其经济影响尤为显著。目前，电动汽车电池组的更换费用仍然高达9000至12000美元，这还不包括人工成本。即使是轻微的进水损伤，也可能导致车辆被保险公司判定为全损。对于密封性相对较弱的车型而言，抗腐蚀性是此次革新的第2个关键支柱。尽管特斯拉已经采用了铝合金来增强车身结构，但 Model 2的高级版本预计将在这方面更进一步，通过在底盘部件、紧固件以及悬架安装点上应用先进的防腐蚀涂层来实现。这些涂层通常通过加速延误测试进行评估，其评级以数百至数千小时为单位。普通的经济型轿车可能仅能达到约500小时才会出现明显的腐蚀，而特斯拉针对 Model 2平台关键部件的实际目标可能远超1500小时。在 Model 2平台的关键部件上，在实际使用中，这种差异可以转化为额外5到8年的使用寿命。在那些盐雾严重的州，例如明尼苏达、纽约或密歇根，这还意味着更少的螺栓锈蚀卡死、更少的刹车管线开裂以及更少的悬架故障。当车辆行驶里程超过15万英里时，重量因素同样至关重要。通过优化铝材和涂层合金的应用，特斯拉预计可以将 Model 2的整车质量较同等价位的钢制车身竞争对手减轻150至250磅。重量的减轻可以降低悬架部件的应力，并提升长期的耐久性，尤其是在与抗腐蚀材料结合使用时。另一项容易被忽视的升级是车底的排水系统，该系统将引导排水通道在液体接触到敏感区域后的几秒钟内将其迅速排出。Model 2平台将采用这种引导式排水通道，取代传统的容易积水的设计，从而最大限度地缩短水分在结构部件上的滞留时间，而这正是导致长期腐蚀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是采用铝制车架的车辆，也可能受到长期潮湿环境的影响。您是否曾因为担心损坏爱车而避开积水的街道？如果曾经因为路面积水而被迫改变路线，请在评论区留言是。如果从未对积水感到担忧，请留言否，并在下方分享您的经历。为何特斯拉选择优化悬架系统，而不是追求更快的0到60英里每小时加速性能？随着驾驶者年龄的增长，他们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车辆人体工程学研究表明，55岁以上的驾驶者对垂直加速度由崎岖路面、坑洼及不平路面引发的上下颠簸的敏感度显著提升。即便微小的颠簸以 G 值的分数来衡量，在长途驾驶中也会转化为明显的不适感。传统的运动调校悬架虽然响应灵敏，却会放大年长驾驶者最想避免的震动。
Model 2的高级版本预计将采用更柔软的弹簧刚度，并优化减震器的阀门设计，专门针对低于45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进行优化。根据美国交通数据显示，超过80%的60岁以上驾驶者的出行都发生在城市或郊区路段，平均行程不足12英里，且日常驾驶主要发生在这个速度区间。通过降低低速行驶时的垂直颠簸感15%至20%，该数值常用于悬架调校的基准。特斯拉能够显著降低日常驾驶中的疲劳感，最终带来的并非是悬浮感十足的驾乘体验，而是更加沉稳的行驶质感。当车辆驶过伸缩缝开裂的沥青路面或车道过渡区域时，颠簸感会被有效的抑制，而不是剧烈的震动。重量分布在此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得益于底盘式的电池组 Model 2平台保持了较低的重心，离地高度约为18至20英寸，这使得特斯拉能够在不牺牲稳定性的前提下，采用更柔软的悬架调校。相比之下，许多紧凑型跨界车则依赖更硬朗的悬架设置来控制因重心较高而导致的车身侧倾。特斯拉预计还将推出专为老年驾驶者调校的低速稳定性模式，通过软件控制使油门响应更加渐进，减少低速行驶时令人不安的扭矩突增。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电动机能够从静止状态瞬间输出巨大的扭矩，尤其是在停车场常见的低于10英里每小时的低速行驶中。Model 2的高级版本可能会更积极地限制扭矩输出，使起步更加平稳，降低意外加速的风险。配合低速转向力度的减轻，这将使得在狭窄空间内的操作更加轻松且省力。制动行为是另一个特斯拉似乎正在进行微妙但有意义改变的领域。再生制动虽然高效，但对于不熟悉单踏板驾驶的驾驶员而言，可能会感觉过于突然。对于高级版本，预计特斯拉将调低再生制动的阈值，尤其是在低于2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下，使车辆的减速更加平缓，除非驾驶员主动踩下刹车踏板。随着车辆日益智能化，仪表盘变得更加明亮和复杂。对于许多年长的驾驶者而言，这种复杂性不仅令人烦躁，更会影响他们的反应速度，甚至关乎行车安全、反应时间、视觉对比敏感度以及近距离聚焦的清晰度。这些能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即使在健康的驾驶者身上也是如此。特斯拉似乎正视了这一现实，为 Model 2的高级版本重新设计了界面策略。高级版本预计将引入高对比度的显示模式，专为衰老的视力进行优化。这意味着更大的字体、更清晰的图标间距以及更易于区分的色彩组合，以确保在强光和低光环境下都保持良好的可读。信汽车人机界面研究表明，字体尺寸的提升，即使仅为20%到30%，也能缩短近0.5秒的视线停留时间。以6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时 ,0.5 秒相当于近44英尺的行驶距离，这足以在紧急情况下改变事故的走向。亮度控制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多数现代汽车屏幕的峰值亮度超过800尼特，这可能会引发眩光和夜间驾驶时的眼部疲劳。特斯拉正在优化老年模式的显示屏，旨在日落后智能的限制亮度上限，在保持鲜明对比度的同时减轻视觉疲劳，并确保可读性不受影响。车外视野同样受到重视，倒车和泊车摄像头的画面预计将优化为更清晰的图像，通过智能限流技术，在日落后维持高对比度，在减轻视觉压力的同时确保可读性。倒车与泊车摄像头画面将通过优化深度提示，减少视觉噪点，取代杂乱的叠加层。系统将优先呈现以英尺为单位的障碍物距离，为驾驶员提供及时的空间参照。在低于5英里每小时的停车速度下，了解物体距离是2英尺还是5英尺，远比风格化的图形更具实用价值。特斯拉的驾驶辅助警报系统或许也将针对老年版车型进行重新校准，预警的触发将更早且更渐进，为驾驶者争取更多的反应时间。在时速45英里时，额外的半秒预警可以增加超过30英尺的制动距离，这对于反应速度可能稍慢的年长驾驶者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许最关键的改进在于减轻认知负荷。Model 2的高级版本不再将核心功能深藏于多重菜单之下，而是将最常用的控制功能空调除霜、灯光和雨刷集中呈现，交互步骤从3次点击精简至1次，这看似微小，却能显著降低实际驾驶中的分心风险。当你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 Model 2的高级版本，你会发现它并非追求那些炫目的升级或引人注目的参数，而是致力于打造一款能够经受住真实天气考验，提供舒适的日常驾乘体验，并且经年累月仍然易于操控的座驾。其防水防锈的保护、更柔和的悬架调校以及更简洁稳健的界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长期降低用户的用车压力。
那么核心问题在于，您更倾向于拥有哪款座驾？是那些在纸面参数上光彩夺目的车型，还是那些在行驶15万甚至20万英里后依然稳健可靠的伙伴？抗锈蚀性能和驾乘舒适度是否比那些生硬的性能数据更令您重视？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见解，我们下次再会。